杰西卡眼见克洛伊被打成猪头，整个人也有些震惊，她忍不住脱口道：你这是怎么了？克洛伊此时更加崩溃，她原本还把杰西卡当成救星，可一转眼杰西卡竟然也成了阶下囚，她的内心此时也绝望了，脱口道：你先别管我怎么了，你先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杰西卡痛苦万分地说道：还不是因为跟你合作高价卖烟那个该死1024，他的家人带着100万美元现金，一口气从我妹妹那里买了1000条烟，我妹妹刚把烟凑齐，紧接着就被 FBI 人赃并获，我还没下班就被 FBI 抓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克洛伊惊呼一声，脱口道：1024的家属买了1000条烟，今天不是说好了买2条吗？杰西卡咬牙道：一开始确实是买了2条，后来又一口气过来买了1000条。克洛伊立刻质问：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？是不是想独吞那笔钱？杰西卡骂道：少他妈放屁！那时候放风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我怎么告诉你？我是打算先把钱赚了，等明天再跟你说的。可是哪知道紧接着就被 FBI 找上门来抓了。克洛伊又问：那他们以什么罪名抓的你？杰西卡颓然无比地说道：我现在涉嫌受贿、以权谋私和敲诈勒索。克洛伊惊恐不已地问道：你涉嫌敲诈勒索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吧？杰西卡苦笑一声道：克洛伊，你别忘了，敲诈勒索的主意是你出的，包括1024在内的这些人也都是你出面胁迫的，所以到时候上了法庭，我也只是从犯，你才是主犯。你说什么？克洛伊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。他在监狱里也算是老资历了，在这里见多了各式各样的犯人之后，他几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美国联邦刑法典1半以上的内容。克洛伊只要听对方描述一遍犯罪事实，就知道根据这样的犯罪事实，应该被判什么样的罪名，大概会判多久的刑期。而敲诈勒索100万美金以上，几乎就已经触及到敲诈勒索罪的最高刑罚了。自己作为主犯，再加上之前的刑期，那岂不是要牢底坐穿？想到这，克洛伊内心一片绝望，他看向马兰，哭着问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家人既然这么有实力，你为什么会因为携带违禁品被抓到这里来？不是，你家人既然这么有实力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携带违禁品？你这不是坑人吗？你是有什么大病吧？马兰一想到这事儿，心里也憋屈的难受，心中暗忖：他妈的，我女婿都这么厉害了，在纽约都能找到这么牛逼的关系，可我作为他的丈母娘，竟然还能被那个陈丽萍和那个宗秋华耍得团团转，真是马失前蹄，越想我越生气。再一想到刚才克洛伊竟然说自己坑人，马兰顿时更是火冒三丈，抬起手来，继续左右开弓的猛抽克洛伊，口中气急败坏地骂道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嘲讽你马奶奶？我告诉你，你马奶奶是被人陷害的。克洛伊被打得几乎昏厥，眼看马兰打了这么半天，甚至连停下来歇歇手的意思都没有，顿时哭着哀求道：马奶奶，求你饶了我吧，再打就真的打死了。马兰又是一耳光抽过去，混账！马奶奶也是你能叫的？克洛伊的整个脸都被打成了猪头，要多痛苦有多痛苦。可是面对他的哀求，不仅马兰没有半点心软，就连其他的狱友，甚至克洛伊此前的心腹，一个个也都暗中称快。他们其实苦克洛伊久矣，大部分狱友都对克洛伊平日里肆意欺压他人的行为极为不满，而且大部分人也都受过他的骂，挨过他的打，现在眼看曾经的女魔头
陨落成了眼前这副可怜模样，他们心中也终于体会到了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感。这时马兰也打累了，他那2条胳膊本就酸疼无比，抽打克洛伊这么久，已经算是严重透支，此时整个人感觉双臂几乎已经不再是自己的，实在打不动了，可心里有没解恨，马兰便咬牙对一众狱友说道：“你们都给我排好队，就按狱警查房时那么排。”众人知道眼下马兰就是这里的话事人，一个个也不敢忤逆，连忙按照狱警查房时的队列站整齐。那些被万龙殿女战士教训过的女犯人，也都互相搀扶着艰难列队，他们此刻也都想跟克洛伊划清界限，免得将来受他牵连。此时那刚被抓进来的狱警杰西卡整个人有些忐忑，之前的情况他虽然不清楚，但眼下的局面他已经看得明明白白。傻子都能看得出，克洛伊已经失去了对这里的掌控，取而代之的是被克洛伊敲诈勒索的马兰。而他也认得克洛伊的那些心腹手下，眼见他们此刻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，便猜出一定是新来的那3人直接颠覆了克洛伊对这里的统治。紧张之余，他也赶紧站到了队列里面，不敢有任何废话。马兰眼看众人都已经列队完成，颐指气使地来到这帮人的面前，他先是用脚挨个猛踹克洛伊之前的手下，一边踹还一边骂道：“你们这帮王八蛋，一个个都帮着那个克洛伊欺负老娘，你们以为老娘不记仇吗？”众人被马兰轮番踹在身上，一个个都不敢言语，只能唯唯诺诺地硬抗。马兰一路踹过来，当他站在杰西卡面前的时候，表情无比愤恨地骂道：“你他妈的不好好当你的狱警，非要跟里面的犯人狼狈为奸，还他妈想坑你马奶奶的钱，你真当你马奶奶是吃干饭的？”说罢，一脚狠狠踹在杰西卡的身上，把杰西卡踹得后退好几步。可是杰西卡眼下也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女士，这些都是克洛伊的主意，你要报仇也要找他报啊。”马兰冷声道：“你以为我会放过他吗？”说着，他看向其他狱友，厉声道：“你们给我听好，每个人给我上去抽克洛伊100个嘴巴子，谁他妈要是不抽，我就让其他人往死里抽他。”众人一听这话，哪有人敢反驳马兰哪怕一个字？再说大家多数对克洛伊都心有不满，只是一直以来只能趋于他的淫威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克洛伊已经彻底失势，正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的好时候。于是几个女人率先自告奋勇地朝着克洛伊冲了过去。这几人到了克洛伊跟前，不顾克洛伊哀求的眼神和不住的哭喊，抡起胳膊便用力抽了起来。克洛伊已经彻底崩溃，嚎啕大哭道：“饶命啊，求你饶命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”马兰看着克洛伊满嘴鲜血的惨烈模样，不屑地撇嘴道：“放过你？你在哪喝的假酒，怎么还说起胡话来了？”说罢，马兰咬着牙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对付你的招数还多着呢。今天晚上你不要想着睡觉了，这30来个人都等着你给捏脚呢。我他妈要让你一直捏到明天。”